你刚才说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我现在想找个大丫鬟暖个床，你当吗？好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不过我还有个条件，我们师尊羽化门太上长老气血衰败，你若能用药救他，我就答应你的条件。有这游戏系统在手，想必那太上长老的气血两衰也能救。而你刚刚还质疑我、羞辱我，现在想给我当丫鬟，我还不乐意呢。刚才都是月瑶的错，请您责罚。只要您能够答应拿药救太上长老，我愿意终身陪伴在您左右。罚也罚了，既然你想给我当暖床丫鬟，给我准备个养殖场吧，再给我准备10万头猪，能不能救你太上长老，就看你的了。你要这么多猪干什么呀？杀！清月，这里就是云城最大的养猪场，里面至少有10万头猪，这些够了吗？10万头猪，够我生气了。一头猪竟然都有凡人4级的战力，比之前的我都要强大。也是，要是没有武器，凡人也未必能徒手杀得了一头猪。不过，你们很快就能成为我的经验值了。进来！你们先出去吧。秦羽的爱好好奇怪啊，他喜欢杀猪。胜利开始。这个就突破凡境，到达炼气期了。凡境10级为炼气，炼气10级为筑基，再10级则为金丹。这可比修炼快多了呀！我到达金丹也不成问题。二师兄，我来了。这都3天了，这个秦少怎么还在杀猪啊？青云仙门3年1度收徒大会现在开始，资质达到3品以上者可入青云仙门修行。重生在这个世界20年了，我参加了3次资质测试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白露霜18岁，资质3品，下等资质，可入青云门为外门弟子。进入仙门就是鱼跃龙门，他日白家以我为荣。林坤20岁，资质2品，淘汰。好，好，好，资质6品，萧若兰可为真传弟子，我青云长老都会亲自收你为徒。萧家长女萧若兰居然是6品资质啊！这可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天才呀！家贫女贵，萧家崛起不可阻挡啊！有若兰提携，哪怕雨儿没有资质，也能被带入仙门。哼，秦羽这个废物，他也配？好，好，好，又是6品资质，乔少坤可为真传弟子。没想到一个靖州
居然有2名6品资质的天才弟子，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了。秦羽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萧若兰6品资质，绝世天才。若是你赶不上我的脚步，婚约之事，我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。退婚是吗？我等你来。果然还是这样，一点修炼资质都没有。秦羽，资质0品，淘汰。哼。秦羽，你现在意识到我们乃云泥之别了吗？乔少坤和若兰均乃难得一见的天才，不能被区区一个废柴拖累。今日便由我把这婚给退了吧。仙门强行插手，染指凡尘，仙门使者以势逼人，这不合适吧？入籍仙门，当罚！爹，女儿。这是我前世玩的封神升级游戏的人物属性面板，难道这一世我能像游戏一样升级？这是我前世玩的封神升级游戏的人物属性面板，难道这一世我能像游戏一样升级？这凡人就是凡人，仙人随意一掌就打成傻子了。玉儿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没事。按照游戏里的设定，我只能看到不高于自己5级的人物。青云使者最少也是5级以上，萧若兰只是3级而已。你们欺人太甚！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他日未必没有我出头之日。30年，30年恐怕你都已经老死了吧？臭咸鱼还想翻身呢？好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3年之内，只要你能够胜过我，那这婚约我便认下了，并且还能向你跪下来磕头赔罪。此生为奴为婢，端茶倒水，再无怨言。一个没有修炼资质的废柴，别说3年了，就算给他300年，也无法升级。用不了3年，我将亲上青云门，在你所谓的仙人眼中送上休书，洗刷我父子今日的耻辱。若是你还能活着，我等着。能不能雪耻升级，在此一举了。真能升级啊！每一级体质力量都能加1点，给我分配的属性点是4个属性点，那我的属性岂不是这个世界的4倍？越级而战不是问题呀！全部加力量，谢谢你！哎，经验值别跑！哎，经验值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你别跑！你别跑！居然还爆装备了！1柄凡器，1本功法，2瓶红药，3瓶法药，又升级了！太好了！收，流云剑法，这装备男孩都这么用啊，简直跟游戏里面一模一样啊！学习。这种剑法技能
也能直接学会，好像是修行了成千上万遍。若是能继续升级下去，别说萧若兰，哪怕是整个青云仙门，我也不惧啊！我现在是2级，升到3级还需要1000经验值，之后每升1级，经验值都需要翻10倍。若是只靠杀鸡把我家卖了，也凑不够这么多鸡呀！看来得想办法赚钱了。我怎么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？难道秦羽他真的能在3年之内打败我？哼，怎么可能？你我都是6品资质，修行天才，绝世天骄，3年内就能达到筑基境界，而秦羽不过是个废柴罢了。若是若兰担心的话，我就请宗门师兄断水流下山，让他活不过3年。该怎么快速的赚钱修炼呢？跑啊，老东西，接着跑啊！斧头帮寒碜，我女儿可是羽化门的圣女，你这样追杀我，就不怕羽化仙门怪罪你吗？头上顶这么大个金色问号，难道是隐藏任务？奖励一定很丰厚。头上顶这么大个金色问号，难道是隐藏任务？奖励一定很丰厚。齐玄策，你女儿是羽化圣女，但老子的背后可是青云仙门。我杀了你，夺了你的万年血誓，献给青云仙门，我寒碜就有机会踏入仙门。匹夫无罪，坏比其罪。你这样做，压力还有王法吗？斧头帮大头领居然是4级精英 BOSS， 王法？你跟我讲王法？整个余城还没有人敢跟我斧头帮寒碜讲王法，老子就是王法。虽然他现在是4级，我才2级，但我增加了4倍力量，加上流云剑法，寒碜不是我的对手。老子就是王法。他的命我救了。秦羽，你不就是前日那个鉴定资质临品的废柴吗？就你也配拦我？找死！老大，没事吧？果然，属性点全加力量是对的。这属性点直接给我升了4倍力量，越级杀人不在话下。滚开！小崽子，有几分蛮力，不过一样要死啊！哎呀，亲兄弟，你快走，别管老头子我了，我五脏俱碎，活不了了。你快去御花门找我女儿姬月瑶去。走，他可是精英级大 BOSS， 顶1000之级的，我得爆了他。哎呀，你什么修为都没有，对上斧头帮大佬，你必死无疑呀！你，哎，小子，受死！剑来！无中生有，一介凡人居然有储物的宝贝，这宝贝我要了。刚好拿你试剑，流云剑法。刚好拿你试剑，流云剑法。妈的，找死！破！赚大了，赚大了！不仅有大礼包，还连升3级，现在已经是5级了。再加上4倍属性，战力可敌20级的修士。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等级和境界是如何界定的。这个怎么突然消失了？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果然不愧是精英头领，居然有这么多宝贝啊！地阶技能书，2瓶终极法药，2瓶终极血药，还有1枚白银级的护身符，可以挡住金丹巅峰修士全力一击。
收。你一个普通人，居然击杀了凡人巅峰者韩缜。凡人巅峰，这个修炼境界如何划分呢？凡人巅峰者一拳下去有500斤之力，非2品资质不可打。没有修行资质的200斤已是极限了。那修仙之人呢？我听过女儿说，凡人巅峰之上是炼气期，圆满者有万斤之力。炼气期之上是筑基期，10倍于炼气期，可增寿200年。筑基期之上是金丹境界，可称为真人，可搬山，可填海，有1000年之寿，是乃仙人也。炼气、筑基、金丹，青云门底蕴深厚，说不定金丹之上的存在都有。我得抓紧升级了。小哥，我快不行了。这个玉佩，你带到玉华门，转交给我的小女，她会帮你进入玉华门。修真世界弱肉强食啊！你不修真，跟蝼蚁无异呀！怪我，都忘记你老是残血了。来，把它喝了。住手！你要对我爹做什么？爹！爹，你怎么样了？我五脏俱碎，失血过多，怕是不行了。爹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去给你准备输血。圣女，现在没有合适的精血能及时给齐老输进去，恐怕这次齐老要……让你们去就去，废什么话？是。月瑶啊，爹，女儿还没能尽孝呢，你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月瑶，阎王让我3更死，谁敢留我到更啊？我能，你们救不了，我能救，不就是失血过多吗？补回来不就好了？混账！够了！不管是什么天才地包，都不能救修炼者的精血。敢拿我爹的事情开玩笑，你不要命了！你们补不了，不代表我补不了。小子，你若是能救我爹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齐爷瑶便做什么。你要是救不了我爹，我要你给我爹陪葬。好了，爹，你真的好了，太好了！竟能生死人补精血，你这是仙药啊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，竟然能随手拿出仙药来？你刚才说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我现在想找个大丫鬟暖个床，你当吗？好啊？你说什么？不过我还有个条件，我们师尊羽化门太上长老气血衰败，你若能用药救他，我就答应你的条件。有这游戏系统在手，想必那太上长老的气血两衰也能救。而你刚刚还质疑我、羞辱我，现在想给我当丫鬟，我还不乐意呢。刚才都是月瑶的错，请您责罚。只要您能够答应拿药救太上长老，我愿意终身陪伴在您左右。罚也罚了。既然你想给我当暖床丫鬟，给我准备个养殖场吧，再给我准备10万头猪，能不能救你太上长老，就看你的了。你要这么多猪干什么呀？杀！清月，这里就是云城最大的养猪场，里面至少有10万头，这些够了吗？10万头猪，够我升级了。一头猪竟然都有凡人4级的战力，比之前的我都要强大。
也是，要是没有武器，凡人也未必能徒手杀得了一头猪。不过，你们很快就能成为我的经验值了。进来。你们先出去吧。秦羽的爱好好奇怪啊，他喜欢杀猪。狩猎开始。这可就突破凡境，到达利器期了。凡境10级为炼器，炼器10级为筑基，再10级则为金丹。这可比修炼快多了呀！我到达金丹也不成问题。二师兄，我来了。这都3天了，这个秦少怎么还在杀猪啊？最后一句，精英主，给我放！金丹，3天了，终于又晋级了。没想到。一只金银珠 BOSS 居然有这么多经验，终于到金丹期了，加上我4倍属性，金丹之上我也能看好啊。可惜啊，猪的境界太低了，没有爆出功法秘籍。不过萧若兰和乔少坤，就算再修炼100年，也到不了我这个境界。猪也杀完了。该出去了。哎呀，小友，可算出来了！青云门的段世辽抓了你爹，想要了你的命，你赶紧跑吧！青云门，3年之约还未到，乔少坤和萧若兰都已经等不及了。既然他们敢动我爹，要他们的命！哎呀，小友，你不要冲动。月瑶已经前往秦家，说不定看在他是圣女的份上，可以饶你爹一命。青云门的段水流已经是筑基级高手，你打不过他的。跑，区区一个筑基期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青云门大弟子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他实力到底有多强横。哎呀！畜生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杀了我呀！老东西啊，要怪啊，就怪你的宝贝儿子得罪了我们青云门的天骄，这才祸及了你秦家满门。今天秦羽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先拿你开刀。青云门师兄段水流，筑基期巅峰。羽化门圣女齐月瑶，请段水流师兄手下留情。仙门之人不该染指凡尘，你欺辱凡人，就不怕青云门祖师的惩罚吗？齐月瑶，我知道你仅用了3年就达到筑基7品的绝顶天才，可惜啊，我已经是筑基巅峰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我劝你还是别来和我们作对。秦羽救过我爹，这恩情我不能不报。你今日若是不放人，我便和你不死不休。好一个不死不休！修真世界弱肉强食，既然你要为了这区区一个蝼蚁和我们作对，那就别怪我对你手下不留情了。今日有了他老爹，还有他的女人，我就不信这秦羽他还不来。有本事就杀了我，小雨不会自投罗网的。他若不来，那留念就没什么用了。走！现在立刻放了我爹，我饶你一条性命。别管我，小雨，快走，快走啊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就是秦羽，还要饶我一命？哈哈，
身上半点灵气都没有的废柴，还敢口出狂言！爹，还不乖乖跪下！我要是心情好了，说不定啊，能把你老爹还给你。就凭你，区区一个筑基期，跪下，我给你一个全尸！秦逍遥，他可是筑基期巅峰的高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你赶紧走吧！别说他是筑基巅峰，哪怕他是金丹，我也不在话下。在我眼里，他跟养殖场的猪没什么不同。你找死！齐月瑶，你当真为了要护住这个废柴，而与我青云门为敌吗？青玉救我父亲有恩，我今日跟你拼个鱼死网破，也定会护他周全。你拦不住，你一个筑基中期的修士，根本挡不住我。齐小姐，让开！区区一个筑基修士，辱我父亲，今日必斩之！哎呀，逍遥，一步先一步反，你根本不知道筑基期高手的强大，你可不是斧头帮那帮小瘪三可以比的。断水流，你今日若是可以放了他们，我可以给你3枚聚元丹，让你筑基修士服用，可以加快结丹。3枚聚元丹，哼，不愧是羽化圣女啊！好，今天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天宇，只要你现在给我跪下来，磕3个头，我今天可以饶你不死。金玉，快跪下吧，要不我今天也救不了你们。多谢了，齐小姐。我们父子骨头硬，宁可死，不能跪。筑基修士很厉害吗？我刚好想试试。你这是在作死！我不管你了。小子，让我看看你的骨头有没有你的嘴那么硬。断水流这招只用了2成功力，让这个青羽吃点骨头也好。我还以为筑基修士有多厉害呢，就这点力气啊！我现在已经达到金丹期，又有4倍属性，筑基修士连我的防御都破不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即使是我2成功力，也有筑基初期的实力，你怎么一点事没有？我不信，来尝尝我10成功力的梵天掌吧！让你尝尝我10成功力的梵天掌！这就是你的实力啊！不可能！一个没有灵力的普通人，如何接住我巅峰筑基的10成功力？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无灵力之人越级对抗筑基巅峰，这怎么可能？修真界从未听闻过如此玄奇之事。筑基巅峰太弱了，现在轮到你接我一拳了！狂妄！不错呀，我只用了2成功力，你竟然只是骨折。对上筑基期巅峰的实力，他只用了2成功力。秦羽到底是谁？蛮力罢了！别以为力气大点就能赢我，我可是有青云门秘药。这可是封魔减寿丹，只要吃了它，我就能一步踏入半步结丹境。虽然要牺牲我100年寿元，小子，你死定了！金玉快跑！这半步金丹不可敌，有此境界，那便是千古巨头，是仙门里的中流砥柱，你是打不过他的。走！害得我丢了100年寿元，现在想走来得及吗？能死在我金丹境修士手里，是你的荣幸。白银级 BOSS 宰了你，或许能爆出仙气来。狂妄！我倒要看看一个没有灵力的人怎么抵挡得了我的混沌掌。可惜我没有功法，只能依靠蛮力了。一力破万法！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我已经吃了药，达到了金丹期修为，
一个没有任何灵力的普通人，怎么可能越级打败金丹？我是没有修为，但我可以升级呀！你们青云门败类频出，今日你为萧若兰、乔少坤2个败类出头，残害我父亲，今日我便拿你祭剑。杀我！我师父乃青云门3长老，分身老祖。只要我死，魂灯熄灭，我师父立刻知晓。届时你也得下地狱。没错，青玉，我们每个仙门弟子都会自己的魂灯，魂灯一灭，门内高手便看到弟子的临终景象，是遭水堵手。你若杀了他，便是与青云山作对。群羽，你纵有一身蛮力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仙门的实力岂是你能揣测的？不如就此跪下道歉，求放过一命吧。蝼蚁啊，我仙门弟子背靠宗门，可拜不可杀，否则青云一怒，就要你倾家鸡犬不留。废话太多了，还是变成我的经验吧。青玉，你死定了！此乃我师父赐予我的秘宝，内含我师父一丝神识，可当巅峰金丹10级。你逼得我用出此宝，死定了！我管你什么金丹银丹，我这就破了你的乌龟壳！防御罩变紫了。这防御秘宝每收金丹一级，将会变换一个颜色，金、紫、红、蓝、青、白。若变为白色，就彻底大败。青玉，我错，不要再打，不要再打了！不打我怎么升级呀？不要！我错了，不要再打了！为什么秦羽竟有如此强的战力？他可是普通人啊！现在他的实力堪比金丹巅峰高手。我也看不透他了。快看，这防御秘宝变成白色了，断水楼这下死定了！师傅，救我呀！师傅救我呀！师傅！小子，够了！给老祖我一个薄面，给我徒弟放，否则老夫徐化元将亲自下山，将抽筋踩骨，挫骨扬灰。徐化元，青云门3长老，分神老祖。打了小的来个老的，这分神老祖一丝神念都有金丹巅峰修为，这可是送上门的经验。师傅，就是此人狂妄至极，就连你送我的秘宝都想要破坏。师傅，你可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小子，你的战力的确不错，但在老夫眼里，你依旧不够看。识相的话，此事就此作罢，放我徒弟离开，老夫便不再追究你的罪过。秦羽，化神真人一言九鼎，就算你实力再怎么强横，他拿出1/10的功力也能将你打败。没错，秦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仙门化身真人的怒气，不是你能抵挡得了的。金丹巅峰战力2999，我现在算是金丹初级，但4倍战力也让我同进谷底。不好意思，我追究你们。又升级了，断水流不愧是筑基巅峰状态，又长了不少经验啊！小的，你竟敢杀了我徒弟，你找死！顶级护身符能够抵抗金丹巅峰的全力一击呀！你居然有此秘宝！既然你这么喜欢你这徒儿，那我就送你这缕神念下去陪他。怎么可能？这一剑的力量竟超越了金丹！你杀我徒儿，毁我神念，老夫在觐见的紧要关头不便出山。10日之后，青云剑炉世剑大会，你可赶来？贫道必将你化成灰烬！老狗，你给我等着！10日之后，我将亲上青云山，将你青云一脉如我父子之债一并讨之。毁我神识，杀我徒儿！秦羽！10日后，我定要你全族覆灭！什么？断水流师兄那可是筑基巅峰，怎么会死在秦羽这个废柴的手里？不用担心，
不管秦羽用了什么手段，徐长老可是化神高手，他敢杀断水流师兄，他必死无疑。果然不愧是 BOSS， 居然包了这么多装备，竟然还有神级功法御剑术，还有道器混沌剑。受！不愧是 BOSS， 经验又涨了。御力神魂便让我涨到了45级，相当于元婴境界。再加上4倍战力，越级战化神也不是不可能啊！他居然灭了断水流，还毁了青云山3长老徐化元的身世，你到底是什么修为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前几日测试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没有资格、没有天赋的废柴。徐长老的一丝元神，至少是近代巅峰级别了。天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小玉，你不应该因为我得罪了青云门长老啊！小子，就算你有身蛮力，又能如何呢？徐长老只是到了祭炼的关键时刻，不能分神，才被你打碎了一丝元神。青云山，你不能去，去了必是死路一条。青云山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，今日辱我父子之仇，他日必报之。你不会真的要去青云门参加世剑大会吧？你这是去送死啊！什么狗屁世剑大会，什么狗屁仙剑，在我眼里他们都是狗屁。正好我也得到一把神剑，刚好去试他一试。青羽，我承认你很厉害，也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打败了金丹界的高手，但青云门内高手无数，你还是和我去羽幻门避难吧。没错，老夫虽然看不透你的实力，但是过岗一折，我劝你还是暂避锋芒，先去羽化门寻求庇护，切勿去送死。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，不过我并不需要。如果你们害怕，可以尽管离开，我秦羽绝不会牵连你们。你不识好人心，我也会参加世剑大会，到时候给你收拾。仙剑已祭炼完成，请各位一睹风采。恭喜徐长老祭炼成功，仙剑出世，名动天下。这就是青云门啊，果真是高手如云，这可都是我的经验啊。秦羽，你杀害断水流师兄，竟然还敢来！齐，你小子还真敢来青云山是吧？正好。我今天就拿你小子的命来试仙剑。秦羽，我看你啊是对若兰念念不忘，才追到青云山的吧？可惜了，你资质平平，和我这种天之娇女乃是云泥之别。况且我现在已经被徐三长老看中，收为了亲传弟子，今后啊更是你高不可攀的。你今日能来青云山见我最后一面，此生也能无憾了吧？萧若兰，你还真是厚脸皮呀！你不会以为我来青云山是为了你这个贱人吧？难道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断水流师兄之死来青云山负荆请罪的吗？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我这种极品资质，青羽都看不上，会看上你这种货色吗？现在可真是什么人都敢称自己是极品资质了。我们这种6品资质都是万里无一的高手，难不成你是9品资质不成？现在修仙界唯一一个9品资质的小辈是羽化门的圣女，你难不成还想说你是圣女不成？羽化门的圣女那可是修仙界高不可攀的存在，怎么可能跟在一个废柴的身后？秦羽，这怕不是你花钱请来陪你演戏的戏子吧？今天的试炼大会邀请的可是云城的世家和修炼者，没有请帖，胆敢擅闯，死路一条。
谁说我们没有请柬的？这请柬是你们青云山长老亲自送来我们羽化门的，还能有假不成？今天我要验出这请帖是假的，我让你们两个死无葬身之地。秦羽，擅闯世剑大会，死罪一条。你这个贱女人，假冒圣女之名，罪加一等。我劝你们两个现在最好下跪求饶，否则待会儿死得难看。辱没圣女，当罚！你敢打我？我可是青云门三长老的亲传弟子，你就不怕三长老怪罪于你吗？我堂堂羽化门圣女，替他教训一个口出狂言的废物，还要看他脸色吗？你还敢在这装模作样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擅闯世剑大会，今日我就要了你们的命！教授，怎么了？她真的是羽化门的圣女齐月瑶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请柬是真的。怎么可能？秦羽她就是一个废柴。羽化门的圣女身份何等尊贵，她怎么可能跟在一个废柴的屁股后面？秦羽的能量，你们还不配知道。我甘愿跟在他身后为奴为婢。你不是说我是来送死的吗？怎么还替我说话？我既然都跟着你来了，我当然得替你撑住场子，免得你死了才能看。羽化门的太上长老已经是自身难保，别以为你有圣女庇佑就能够安然无恙，得罪了我们青云门，照样是死路一条。师尊，他就是杀害断水流师兄的真凶，请允许徒儿将他就地诛杀。哎，不急，今日仙剑即将出世，待我拔出仙剑，就拿这小子来祭剑。开封！开封！开封！这剑的等级分为凡气、法气、灵气、宝气、仙气、道气。此剑灵气充沛，威压惊人，真不愧是徐长老啊！这一出手，便是仙剑呐！没错，没错，有此仙剑在手，徐长老的修为必将大增啊！没想到这试炼大会上来的人，个个等级都不低啊！得想个办法，把他们都化作我的经验，寄生起。祭炼仙剑又能怎么样？仙剑有灵，非有缘之人不可得。你们都非有缘之人，无我的命令，只怕无人能够驾驭这柄仙器。许长老都无缘，难道是你这一个既无天赋又无修为的废柴，才是这有缘之人不成？哼，你一个废柴，口气倒不小。小子，待我取了仙剑，就送你上路。师傅，这种小事就不劳烦您出手了，徒儿愿意替您上前取剑。好，徒儿就交给你了。拔出仙剑，亲自宰了这小子，为你三师兄报仇。是，放心吧，他拔不出来。小子，我堂堂6品资质，现在入仙门升级为炼气巅峰，区区一柄仙剑我能拔不出来？待我拔出仙剑，第一个拿你祭剑。杀死徐长老一缕元神爆出的神奇功法御剑术，还没试过，刚好拿着仙剑试一试。曹少，你没事吧？我说过，你们都非有缘人，强行触碰仙器，只有一个下场。轻则吐血重伤，重则身死道消。我说过，你们都非有缘人，强行触碰仙器，只有一个下场，轻则吐血重伤，重则身死道消。无知小儿，还敢口出狂言！你懂什么叫有缘之人？仙剑之威，容不得炼气级小儿触碰，这分明就是等级不够。不错，仙剑能力非凡，
如此威压，当然不是一个普通人能靠近的。练气不行，那就筑基的去。家主，我已筑基期巅峰，愿意上前一试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也不是有缘之人，若敢上前，轻则灵力尽毁，重则死路一条。秦羽，你不过就是猜对了一次而已，少在这里自以为是。哼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拔出仙剑的。怎么回事儿？筑基巅峰竟然都拔不起仙剑吗？我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灵力尽失，境界低落了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他不是有缘之人，实力越强，遭到的反噬就越强。你们若是不信，只管一试。马后炮！快带他下去疗伤。弟子林东金丹期愿一试。谁来都白搭，他拔不出仙剑的。金羽，你怎么知道他也拔不出来的？不只是他，在场要真有能拔出仙剑的，非我莫属。连金丹期都拔不出仙剑，难道必须是金丹以上的仙人才能拔出仙剑吗？你小子还在这儿大放厥词！仙剑有能者得之，他们拿不动，不过是因为能力低微罢了。果然是仙剑，能量的确不比寻常，就连金丹期的修士都触碰不得，看来只有剑主许长老才能碰得了此剑了。他根本算不得仙剑之主，使唤不动这柄仙剑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叫他一声，看他硬不硬。秦羽，你快闭上你的狗嘴吧，免得引来更大的灾祸。没错，一个连修行都不会的废物，还敢在这指点江山。待我师父拿出仙剑之时，便是你命丧之日。黄口小儿，大言不惭！老夫祭炼此剑30年，岂会拿不动这仙剑？再说，这仙剑没开灵智，如何说话认主？那是你修行不够，只祭炼了仙剑的表，而未得到仙剑之心。真正的仙剑，若是遇到有缘人，自会开口认主。只是你还没这个资格。口出狂言！老夫今天就拿起这仙剑，让瞧瞧谁才是天剑之主，谁才是天命之人！哼！快看，仙剑动了！师尊果然是仙剑之主。你现在放手，还能保全性命，否则你必遭反噬。3，秦羽，你可真是不知死活！师尊乃是化神期的高手，他若是不能拔出这把剑，难道你这个毫无修为的废柴能吗？秦羽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仙剑已动，我师尊定能拔出仙剑。我说过，他不配做仙剑之主，这把剑他拔不出来。小子，老夫刚才不过是使出了8成力，现在老夫将使出10成力，拔出仙剑不成问题。哈！仙剑即将出世，我等也有幸一睹荣光啊！我说了，他与这把仙剑无缘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他拔不出这把剑的。2，不知死活！你根本不知道师尊有多强大。秦羽啊，我看啊，也就现在你能嘴硬了。毕竟啊，你马上就成为我师尊的剑下亡魂了。1，
师尊，这怎么可能啊！不愧是神级功法御剑术，竟真能操控仙剑，连化神高手都控制不得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祭炼仙剑30年，怎么可能会不是仙剑之主？拔不动仙剑，还损失了10年功力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拔不动，取不下来，只有我才有资格做这把仙剑的主人，只有我才有资格命令他。我让谁拔得动，谁就能拔得动；我让谁拿得出，谁才能拿得出。秦羽，你除了会点马后炮，你还会什么呀？你能拔出仙剑，你还真以为你是仙剑之主了？一个没有修行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有资格命令仙剑呢？秦家怎么就养了一个这么不知死活的东西？秦羽，你还是少说2句吧，这么得罪青云门，恐怕会招来他们的报复。你也不相信我？秦羽，到现在了，你还在吹牛？你要是真的能命令仙剑，我现在就认下咱们的婚约，心甘情愿给你为奴为婢。好，你现在可以拔剑了。大言不惭，小子！你以为老夫会相信你吗？刚才老夫准备万全之下，触碰仙剑还损失了10年功力，现在再触碰，更会是损失严重。定是老夫祭炼仙剑不够完全，毕竟是仙剑，还需血祭才好。血祭仙剑。徐长老竟以自身精血祭炼这仙剑，每祭1次，则光圈增加1圈。我已感受到剑威在成倍的增加了。7圈了！金丹期即便是以血祭剑，最多也撑不过3圈。没想到这化神大能如此厉害呀！10圈了！这仙剑已沾染徐长老精气，必定认徐长老为主啊！化龙期高手果然是厉害呀！这一下便能轻而易举的把仙剑拔出了。明明都告诉你了，现在可以拔出仙剑，却还要血祭，平白浪费几10年功力和精血，蠢不自知。黄口小儿，祭将法对老夫没用，如今血祭已经完成，老夫这次必将拔出仙剑。不愧是祭炼了30年的仙剑，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！恭喜徐长老晋升仙剑之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此剑不愧是仙剑，仙剑之下都是沸点，尔等凡器面对仙剑的威压，自然都会俯首称臣。不愧是仙剑，也只有师尊这般实力才能压得住。祭炼30年，炼出一把废铁罢了，竟然还沾沾自喜。我有一剑，一剑出则万剑臣服。你敢说我的剑是垃圾？你小子不想活了吗？秦羽，刚刚你还说自己是仙剑之主，怎么现在看到师尊拔出了仙剑，得不到仙剑就开始贬低？秦羽啊秦羽，我可真是没有看错你，你就是一个只会吹牛的废柴罢了，真让人恶心。他能拔出，不过是我的命令罢了。我此剑一出，就算是仙气，也得跪拜臣服。金羽，能控制仙气的，能让仙气跪服的，只有传说中的道气。而那种品质的存在，怎么会出现在凡尘之中？只有神之界之人才配拥有啊！秦羽，难不成你想说你手里拿着道气吗？哼，都是一个没有修炼天赋的废材幻想罢了。你若能拿出让仙剑俯首称臣的武器，老夫愿跪下来认主；若不能，我要了你的命。这可是你说的，
别后悔。还有你们，都睁大眼睛看好了。御剑术，混沌剑，出！御剑术，这可是上等法术，剑斗仙人才能拥有的神术，你个废材怎么可能会？混沌剑还不拜主，更待何时？混沌剑还不拜主，更待何时？如此威压，竟然不输刚才的仙姬呀！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刚刚仙剑出世，所有的武器那可都是瑟瑟发抖，现在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呢。没错，秦羽，你呀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，赶紧下跪自裁，向祖师赔罪，还能罪不及秦家。混沌剑还未现身，你们急什么？混沌剑，认主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怎么突然不受控制了呢？我也动不了了。秦羽，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？难道这就是混沌剑的威压不成？我竟然也无法动弹了。刚才仙气出世都没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威压，难道秦羽的这个武器品级比仙气还高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仙气之上唯有斗气，秦羽一个废材，怎么可能控制斗气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仙剑乃我祭炼30年的仙器，岂能是什么垃圾都能比的？仙剑一出，此等凡器才该俯首称臣。好，那我便让你看看是谁该跪地称臣。小子还敢嘴硬，今天就拿你来祭剑，就等着老夫把你剁成肉泥吧！秦羽，你现在后悔莽撞得罪仙门了吧？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今天就拿你小子的血祭炼仙剑！说这么多干什么？有我在，你们连仙剑都掌控不了。御剑术，早死去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剑怎么不受我控制了？什么？这仙剑可是您御炼了30年的至宝，这世间只有您一个人可以控制它，怎么可能不受控？这我的剑怎么不受控制了？我的剑也不受控制了。拜见混沌之主！拜见混沌之主！拜见混沌之主！这怎么回事？仙剑竟然带着所有的法器跪拜秦羽！秦羽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可是用我精血祭炼的，怎么可能被他所控啊？这可是用我精血祭炼的，怎么可能被他所控啊？仙剑居然真的出身认主，鞠躬叩拜，这等景象闻所未闻。秦羽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这不可能！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就连仙界也要臣服？难道秦羽才是人中龙凤、万里无一的修炼天才？他竟然能掌控仙气，我竟然还大言不惭的要和他比试，跟他退了婚。我究竟是错过了什么人啊？连续3年资质为0的废柴，竟然能超越我们，掌控道气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秦羽，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？一个没有筑基、凡境都不如的人，怎么配掌控仙剑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只有我才有资格掌控仙剑。我命他跪，他便跪；我命他起，他便起。我才是拔除仙剑之人，我才是仙剑之主！仙剑归来！既然你想要仙剑回归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果然不错，我才是仙剑之主。秦羽，假冒的就是假冒的，早让你别装了，现在露馅了吧？就等死吧！剑已经还给你们了，能不能承受得住，看你们自己了。
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能强迫我们的本命法器，逼我们下跪呢？我的身体怎么不受我控制了？秦宇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秦宇，快停止这蠢闹剧！我们世家不是你能辱没的，小子！你这是要和我们仙门百家作对吗？秦宇，你不要太放肆！仙门百家的叩首，你承担不起。能不能承受得住？跪下，就知道了。秦宇，你别太放肆！竟然能让我们本命法器胁迫我们所有人一起跪下来？难道他手里拿的是万气之尊，传说中的道器不成？竟然能让我们本命法器胁迫我们所有人一起跪下来？难道他手里拿的是万气之尊，传说中的道器不成？秦宇，你到底用什么药法，竟然能控制我那本命法器？我说过，道器一出，谁敢争锋？你们手上那些破铜烂铁，在万气之尊面前，只有臣服的份儿。秦宇，你这是忍受不了被我退婚，故意在我面前表现一番的吗？为此，你还逼迫云城的各大家主给你下跪磕头，你还和以前一样，就是那个肆意妄为、不分尊卑的蠢货罢了。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秦宇的能力吗？能指仙气下跪、俯首称臣的，只有传说中的道器，而能掌控道器的，会是一个没有修炼天赋的废柴。井底之蛙，错失真龙还无知至此，我看你才是那个蠢货。你。老夫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得到道器的，别以为你得到了道器就能守得住。既然你来到了这里，只有死路一条，这道器自然就是我的了。你这不是强取豪夺吗？堂堂仙门大宗，抢夺小辈法器，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？哎，他这个废柴，就算得到道器也守不住。不如老老实实的交出混沌剑，还能留个全尸。混沌剑就在我手，你们谁想要，只管来抢，我让你们有命来，没命回。真是好大的口气呀！哼，这小子分明没有把我们云城百家放在眼里啊！一个没有修炼天赋的家伙，就算得到一件道器，那又如何？在化神高手面前，犹如蝼蚁，弹指可灭。秦宇，虽然你用阴谋手段打败了我金丹期的大弟子，但在这世剑会上，多的是金丹之上之人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忘了你徒弟怎么死的，我能怎么杀他，就能怎么杀你。秦宇，这里可是青玉门，暂且不说门内高手都是化神级别，就是弟子也都是金丹级以上，你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。没错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现在交出道器，也许还能有一条命在，否则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秦宇，还不赶紧奉上道器？化神之怒，你承担不起。话还是别说的太满，不就是个化神期吗？在我眼里，跟垃圾一样，不值一提。老夫修炼几百年，还没见如此狂妄之人！你是急着养虚送死吗？弟子张元，修为已至元婴期，愿为师尊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畜生。元婴高手，我对上他恐怕也毫无还手之力。秦宇，张元师兄可是天之骄子，比断水流师兄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呢。秦宇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修炼天才，你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上了。
好，张元也是我们青云山的高手，你死在他的手里，也算是你庆幸。既然如此，还是别让他上来了，免得待会儿命丧当场，你青云门又失一个得意弟子。狂妄！我看你等会儿死在我手里，我看你如何收场。我倒是要看看，待会儿死在张元师兄的剑下，你的嘴还能不能这么硬？看剑！张元师兄，张元师兄竟然也死在了他的手下！狂妄之极，狂妄之极，不堪一击。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放肆！张元师弟的尸首都不放过，你若再不还来，我定不饶你。看样子，这些人看不到爆出的这些装备，不愧是元婴级别的，这么多血药和经验，还有道具，这下我又要升级了。收！他已经化作我的经验了，怎么还啊？倒是你现在退下，免得和你师弟一个下场。我看这小子压根就没把我们青云放在眼里。师姐可是元婴期巅峰期，可比元婴初期相差不知道多少倍呢。我劝你们啊，还是别白费力气了，他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看你不顺眼已经很久了，我这就替两位师弟报仇。可惜啊，马上就可以进入化神境界了，只怕你今日只能止步于此。现在退下，还能保住一条命。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金羽，他已经是元婴巅峰了，和张元的实力天差地别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赵仙姑已到元婴巅峰，同辈人中已无敌手，对付一个秦羽，自然不在话下。秦羽，就算之前你侥幸赢了张元，不过绝对不是灵儿的对手。趁现在赶紧跪下求饶，奉上道器，老夫还能饶恕你不敬仙门之罪，留你一条命。小子，还不赶快感谢徐长老的大度？没错，大好的机会给你，你得抓住，否则等到赵仙姑一出手，那你必定是死路一条。秦羽，要不你就先认输吧。秦羽，我劝你还是听他的吧，道器再重要，小命没了照样没用。没错，师姐已是元婴巅峰，给她下跪不丢人。别说区区元婴，就是化神，我也不惧。好大的口气！既然你想死，老夫也不拦着。灵儿，不必留存实力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刚刚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没抓住，现在想认输，来不及了。斩天拔剑，斩天拔剑。元婴巅峰，就这点实力啊？这怎么可能？师姐已是元婴巅峰的实力，怎么可能连他的头发都伤不了？我早说过了，你伤不了我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我念你是女流之辈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现在退下，我饶你一命。秦羽，你少得意，方才不过是用了我5成功力，我若用尽全力，你根本招架不住。受死吧！可惜啊，元婴巅峰的境界只能化作我的经验和强力了。收！这灵儿师姐也被他打败了。秦羽，他的实力究竟为何增长得这么厉害？明明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，灵力杯测试都没有通过的废柴罢了，怎么可以单挑元婴巅峰呢？还有谁想要抢夺道器？不怕死的，只管上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半步化神，看来这趟青云门没白来。刚才那几位的实力最低也是元婴巅峰，居然都抵抗不住秦羽的一招，他的实力到底恐怖到什么程度啊？
我都还没有达到筑基期，青羽他竟然能杀死元婴巅峰，那我们的3年之约，我岂不是输定了？难道真的是我没有演过退掉了和真龙的婚约？不，我不承认，我不承认！这一定是梦，一定是梦！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柴，怎么可能踩到我们头上？小子，你接连斩杀我数位徒弟，老夫今天亲自上给你点颜色瞧瞧。许长老竟然要亲自出手了！许长老亲自出马，化神大能，定叫你小子碎尸万段！没错，师尊出手，秦羽你就算是实力再强悍，也是死路一条。秦羽刚刚让你一个投降，你偏不听，现在想投降也晚了。秦羽，许长老出手，恐怕你都没有反应的机会，你就会顷刻毙命。秦羽，就算你打败了3名元婴高手，你也不要轻敌啊！这化神级高手能敌100名元婴，你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啊！哼，只怕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成为许长老掌下亡魂了。区区一个化神境，在我眼里难称3招。哼，一个没有修炼天赋的人，也敢口出狂言，找死！不愧是化神巅峰高手，果然等级越高，我4倍属性的优势就越少，一击就让我损失80%血量。不过我有升级系统在，耗死他不成问题。使用。怎么可能？师尊是化神巅峰，就算只有5成功力，这江湖修士也少有能抵挡的。你到底什么修为？竟然能和化神期对抗，他难道不一般不成吗？竟然能杀到许长老，难道他比化神期高手还要强大吗？怪不得秦羽之前如此自信，原来他在面对化神期高手的时候也丝毫不畏惧。秦羽他不也受伤了吗？我看啊，他8成就是在硬撑呢。小子，老夫刚刚只不过使出了8成的功力，现在估计你的内脏已经震碎了。现在认输，交出道技，还能少受点折磨。什么化神高手，不过是个衰弱无力的老头罢了。说了3招之内取你狗命，现在还剩2招。说了3招之内取你狗命，现在还剩2招。一个没有修炼天赋的废材也敢口出狂言！老夫今天就使出全部灵力下地狱，再后悔你今天的狂妄吧！我是没有修炼天赋，是个废柴，但我能升级呀！你们再厉害啊，还不是化作我的经验值，我成功路上的踏脚石罢了。受死吧！受死吧！哎！师尊，你没事吧？不愧是化神高手，被我打伤了，攻击竟然还如此强横。幸好我有升级系统保命神药，今日我就让你成为我的经验值。使用。不可能！堂堂化神巅峰，怎么可能轻易落败？这小子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？这不可能！老夫明明刚刚升级了他5脏6腑，怎么可能片刻就好了？还能全力施展力量？秦羽竟然一点伤都没有啊！他一定是在假装强撑罢了。化神巅峰的强力一掌，哼，就算是渡劫期也不可能全身而退。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是不是强弩之末？试过你就知道了。还有1招，要你狗命！秦羽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！大海无量，老夫以生命为代价，借30年功力，这一掌你承受不起，太先手！秦羽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！大海无量，老夫以生命为代价，
借30年功力，这一掌你承受不起，派先手！找死！师尊！居然爆出史诗级了，不愧是化神期高手啊！解决了他，肯定有一大波经验。连胜11级，我现在的境界，岂不是相当于化神之上渡劫大能吗？长生丹药祭炼方式。渡劫大能等级竟然还不能祭炼神药，想必这药等级必定不低，说不定真能生死人肉白骨，长生不老。师尊竟然被打成飞灰了！说3招就3招，化神高手在金羽的手下竟然连3招都抵不过，我居然和这种人退了婚！你竟然敢擅杀徐长老，你不想活了？那可是青门3大长老之一呀！这分明是没把仙门和我们豪族放在眼里啊！你区区一个秦家，竟敢得罪仙门，惹恼仙门，这你承受不起啊！区一个3长老算什么？整个青云仙门我也不惧。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儿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动我，我青云门老祖出山后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萧若兰，之前的3年之约，你可曾还记得？3年之约，当然记得。我在演武场退掉了和你的婚约，并承诺3年之内，只要你能够打败我，婚约之事就由你处置。你要是想当做这件事完全没有发生过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记得最好啊，秦羽，我说你今天怎么有胆识来青云门了？原来还是为了若兰呐！我就说嘛，千羽他就是一条狗，对我死心塌地的狗。只要我这么挥挥手，他就会滚回到我身边来。秦羽，这几个月内你苦心修炼，提升实力，其实都是为了我，对吧？萧若兰，当初在演武场退婚之后，我真是无时无刻不想见到你，重新商讨一下婚约之事。秦羽，你萧若兰，现在我们可以谈一下婚约的事了吧？我就知道，像我这样天资聪颖的女人，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得了。我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在短短的时间内超过了太上长老，既然实力得到了提升，那我也不是不可以给你这个机会。不过，我有3个条件。哦，你还有条件呢？想要娶我这样的女人，当然得有条件了。首先，你要下跪给断水流师兄道歉，给死去的师尊道歉。想要娶我这样的女人，当然得有条件了。首先，你要下跪给断水流师兄道歉，给死去的师尊道歉。断水流那个畜生要灭我秦氏全族，徐化元那个老东西要抢我道气，我还要给他们道歉。师尊让你交出道气，为我青云门所用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小子不但不感恩，还不识好歹，滥杀无辜，难道不该下跪道歉吗？你简直就是颠倒黑白！若是这些条件你都不能答应，那这婚约之事你想都不要想。好，那第2个条件呢？你究竟是如何在短短数日内从凡境跃升至此，能和化神期的高手对衡？我要你传授我你的修炼秘籍。你还想要修炼秘籍？你要不要脸啊？可就算给你，你也修炼不了啊！我天资聪颖，乃是6品资质，你一个凡境的废物都能修炼，我怎么修炼不了？秦羽，你该不会是舍不得你的修炼秘籍吧？好，那你第3个条件是什么呢？这第3个条件吗？我要你散尽修为，全力辅佐我和乔少变强。只要你能够答应，我就同意嫁给你。秦羽，他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秦羽，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是你那点修为重要，还
还是把我娶回家重要？你到底答不答应啊？我答应，我答应。秦宇，你我要真答应的话，那我不真成傻逼了。秦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想娶我吗？你不是想让我履行婚约吗？你现在不下跪磕头道歉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。你少自作多情了。谁说我是为了娶你？谁说我是为了和你履行婚约的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来只是为了提醒你3年之约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我秦宇已经不是当日的秦宇了，当日的婚约我不认。秦宇，那你今天来是要给我炫耀你的实力吗？我今日来是为了送你一份休书，今日起和你萧若兰退婚，不是你萧若兰不愿意嫁，而是我秦宇不愿意娶。什么？当众退婚？小子是想找死吗？秦宇，就算你赢得过师尊也没用。如今师尊陨落，青云门3大祖师已经收到消息，不日即将出关，到时候你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秦宇，你太过分了！你闯入青云门，擅杀青云门徒，斩杀我青云门3长老，你大逆不道，狂妄至极！今日还当众退婚，给我难堪！等我青云门祖师出关后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们走！哼！青宇，这下你是彻底得罪青云门了，你就不怕青云门祖师出关后报复你吗？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那几个老东西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糟了，羽化门出事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徐化元死在了你的手里，青云门必定震怒，那些老祖出关后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先和我回羽化门，再做打算。正好，我答应帮你救治太上长老，一起吧。师尊，出什么事了？召集弟子回归。拯救太上长老，想必也是一个任务，不知道能有多少奖励。气血两衰，精气溃阔，只怕他不久于人世了。什么？小伙子好眼力呀！老夫命数已尽，今日才特意开启天道碑，寻找玉化门下一任掌门人呐。师尊，你不会有事的，秦宇一定能够救你。秦宇，求您救救太上长老。用血瓶倒是能恢复精血，只是长老有内伤在身，只恢复精血，怕是回天乏术啊。如果能祭炼仙药，说不定能救他一命。可惜我等级还不够。唉，老夫气血两亏，精气衰败，这世上的灵丹妙药都已经无力回天了，所以我才要尽快开启天道碑。若能找到悟道之人，待老夫玉化升天之后，也好有人庇佑我玉化门呐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吉时已到，天道碑开，凡我教弟子悟道者，可掌控天道，统管玉化门。吉时已到，天道碑开，凡我教弟子悟道者，可掌控天道，统管玉化门。真的假的？这就是天道碑，可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啊！天道碑上刻有神灵古经，无人识，无人悟。若强行参悟者，必将走火入魔。非有缘之人不得解。悟得一字，可增加修为10年；若悟得2字，修为飞升。现在可有人上前解字啊？这字迹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啊？这不是《道德经》吗？这还用解？秦宇，你千万不能胡言乱语。之前有人参悟出了错的字，直接修为散尽，更有甚者会走火入魔。
弟子愿意上前一试。好，尽力即可。弟子解出一个道士。太好了，解除一次便省去我10年苦修，解一个字儿就能成7劫，成就筑基品阶。那要是解除全部字儿，那还不得飞升成仙啊！解一个字儿就能成7劫，成就筑基品阶。那要是解除全部字儿，那还不得飞升成仙啊！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？像你这样丝毫没有修炼天赋的废柴，你还是不要痴心妄想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解不了？天赋极佳才能解除1到2个字，能解除3个字以上的几乎没有，更别提全部解除。像你这样的废柴，能近距离观看天道碑，已是无上荣耀了。旭东，你根本不知道秦羽的能力，他本就是天之骄子，实力更不输于化神高手。我劝你还是放尊重一些。小师妹，你入门太晚，还不了解人心险恶，定是让这小子给骗了。师兄让你看看什么才是高手，什么才是天骄。先生竟然解出2个字，不愧是徐东师兄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这《道德经》里哪来的先生这2个字儿？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解了，免得命丧于此。你小子分明是嫉妒我，才出言诅咒我。我小师弟都能解出1个字，我这等修为定能飞升元婴巅峰，甚至可以达到化神。仙，可惜啊，你只要稳健修炼，仙道可期。而今多说一字，便会引来天罚，成为废人。小子，你还敢咒我？我如果解出这2个字，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旭东，我劝你还是听秦羽的，或许还能捡回一条命来。小师妹，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，竟然相信这没有修为的家伙。小师弟能解出1个字，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如他吗？我只知道历代解碑者，胜者少，败者多。如果你听劝，或许还能活命。好，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解除这2个字的。逞强只会让你命丧当场，你非有缘之人，多说一字，只怕绝无生路。你找死！等我解除这2个字，一定要了你的小命。胜！哇，真的是凤凰，真的解出来2个字，这下许东师兄的修为一定能越级提升啊！秦羽，你不是说徐东无法解出字来吗？虚张声势，你就等着看他越级晋升吧。这下我就能超越大师兄，成为羽化门的第1人了。死到临头还这么无知，真是可笑啊！秦羽，你找死！待我融合修为，定将你斩杀于此。你怕是没这个机会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被秦羽说中了？他真的与天道碑有缘，能够解开天道碑的全部不成？我早说过，他与天道无缘，解不出字儿，还白白浪费一条命。什么和天道有缘？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一个废柴还妄想解出天道碑全部的内容。师尊，弟子钟灵愿意一试。好，你已入元婴巅峰，乃是小辈当中最出色的存在，说不定你能打破记录，解出3个字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去尝试了。这天道碑只有我能解出全部。我半步化神想要解开这天道碑还不简单，我定会是古往今来第一个解开天道碑全部内容的天之骄女。
钟灵师姐可是羽化门的天之娇女，说不定真能破了记录。秦羽，钟灵师姐最恨狂妄自大之人，你还是少说两句吧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解出几个字来。3个字，3个字，竟然是3个字！这钟灵师姐要是解对这3个字，定能突破境界，说不定能够成为渡劫大能。大道解竟然是3个字，当年就连太上长老也才解出2个字而已啊！大道至简，不愧是羽化门近些年来最厉害的年轻修士，几百年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天才了。钟灵，继续解碑。是。大道解，这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啊，只怕这次也是解错了。我劝你还是别解了，免得和徐东一样，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。小子，你敢咒我？不想活了！待我解完神碑，就让你尝尝渡劫高手的力量。大道，我只怕你枉送了性命，再多说1个字，就会元神尽毁，灵石散尽。住口！秦羽，你还敢诅咒钟灵师姐？等解碑结束，师姐就能晋为渡劫大能，成为我羽化门第1高手。敢得罪她，就是和我羽化门作对。别说提升能力了，再多说1句，只怕连小命都不保。我劝你还是赶紧下来吧。金玉，难道钟灵师姐她也解错了吗？她可是我们羽化门少有的修炼天才，一个没有修为的家伙，根本就不知道这碑能带给我们多大的能量。秦羽，你就在这好好给我看着，我是如何解开神碑，如何能力飞升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只管尝试，丢了小命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狂妄！待我成为渡劫高手，定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大道解！太好了，钟灵师姐没事儿，这算是解碑成功了。太好了，钟灵师姐没事儿，这算是解碑成功了。难道秦羽说错了？钟灵师姐真的解碑成功了？我早说了，这只是白白送命。小子，闭上你的狗嘴巴！再敢对师姐不敬，等师姐渡劫之后，定要了你的小命。就是，还胡说八道什么？只有他能解碑，这神灵古经只有他能解读，修炼天赋都没有，这吹起牛来倒是厉害得很啊！这钟灵师姐解碑成功，你还敢嘴硬？没错，齐月瑶，你虽然贵为羽化门圣女，也不能什么垃圾都往门里带吧？等等，钟灵的状态不对。青奇真渡劫了，渡劫！师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师姐不是已经解出碑文了吗？怎么实力不增反减？现在已经从元婴境界跌落至凡境了。难道秦羽说的是真的？这就是解错碑文的惩罚？这就是天道碑降下的惩罚，元神尽毁，灵石散尽。钟灵竟也不能破解天道碑，能保住1条命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把他带下去吧。他下去会死了，你们来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还有谁愿意尝试啊？这就算解开天道碑，能力倍升，可一旦失败，与死无异啊！唉，难道只能老夫出马了吗？可是我去血两亏，就算是能解出1、2字，只怕也无力护住羽化门呐。我愿一试。小伙子，这天道碑能力非凡，钟灵元婴高手也只能保住1条命，你毫无修为，只怕上去就会飞灰烟灭呀。秦羽，你还是不要尝试了吧，这太危险了。相信我，若这个世上谁能解天道碑，能悟神灵古经的，那便是我。这个世上要是有人能解天道碑，
能悟神灵古经的，那只能是我。哼，狂妄！天道碑下已接连损失2位羽化门师兄姐，他们个个修为高强，你一个修为都没有的人，还敢口出狂言？再说了，这天道碑是我羽化门的至宝，他一个外人就没有资格解碑。谁说秦羽是外人了？他和我即将成婚，他是我齐月瑶的男人，自然就是羽化门的人，当然有资格解碑了。齐月瑶，你贵为羽化门圣女，竟然同一个没有修为的人成婚，简直是给羽化门丢脸。我看啊，不如让他上去试一试。他这种人啊，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丢了小命是不会后悔的。秦羽，刚才说了那么多大话，这会儿不会是怂了吧？那我便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破解天道碑的。居然出现了6个字，从古至今，从来没有能破解如此多字的人呐！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就算他解出文字，也一定不是真正的神灵古经。秦羽，你先下来吧，千万不要念出来，否则没有挽回的余地啊！我还真以为他有这么大能力，能解出天道碑上的字，原来不过是废柴罢了。能解出6个字，岂非一跃到了大成境界，成为陆地神仙？哼，只不过解除全部天道碑，只不过是一个废柴的最后幻想罢了。他要是敢念出这几个字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不可啊，秦羽！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呀，这念出来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这一旦答案错误，惹得天道碑震怒，就会落得粉身碎骨、魂飞魄散呐！牛皮吹破了，没想到害死自己吧？哼，千羽，待会儿被天道碑惩罚，你再后悔今天的狂妄吧。天道碑有异象出现，要降下惩罚了。秦羽，早知道不带他回羽化门了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秦羽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会命丧当场，还是和钟灵师姐一样失心疯。哼，这就是小瞧天道碑的下场。等级战力都成倍增加，如今我这等级相当于大成境界，再加上4倍战力，同阶无敌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真的解出6个字，可他为什么没有等级上的变化，仍是凡人境界？不，虽然他的境界没有提升，但是刚才那一瞬间，他身上的威压可以匹敌老夫了。他想干什么？难道说他还要再解不成？能解开6个字儿，就已经是万年无一了。再解下去，必死无疑呀！他想干什么？难道说他还要再解不成？能解开6个字儿，就已经是万年无一了。再解下去，必死无疑呀！快看，天道碑上出现变化了，又是6个字。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刚才只不过他走了狗屎运罢了，还想再解出6个字，简直痴心妄想！秦羽，你一定要当心啊！小伙子，千万别冲动，赶快退下！能解开1行字儿，已经是万中无一了，切莫贪心呐！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哇！真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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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天降异象，真龙出世，能解开如此多的神灵古经，这不是圣子啊，这是真正的神灵降世啊！我就知道秦羽并非池中之物。怎么可能？他一个没有修炼天赋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神灵？快看，秦羽还没有停下，他还在继续向前，难道还想解碑吗？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
异象现神兽出，秦羽这是又一次解背成功了。老夫就算是命不久矣，这玉华门也后继有人了。故常勿语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巧。四象齐聚，此乃仙人之力呀！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如此浓郁的混沌之力，秦羽实力必将飞升啊！他究竟是什么怪物，居然能解出全部碑文？刚才是我们太过狂妄，竟然得罪了他。全部碑文现世，他竟然能解出全部碑文，他不是凡人，此乃红尘仙人，红尘仙人呐！如此实力，世间罕见。相处这么久，还不知道秦羽的真正实力呢。我玉华门能得此人，乃是我玉华门的荣幸啊！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，他日必定能带领我玉华门横扫诸天，统御万界。拜见红尘仙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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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上长老，各位快请起吧。秦羽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解出所有碑文的。看样子我现在等级也够了，能够炼制长生药了。秦羽，你怎么了？之前答应帮你救治太上长老，现在终于能实现承诺了。你真的可以帮我救太上长老吗？没错，虽然不知道炼制出来这药丸药效有多大，不过想必延长的几十年寿命不在话下。秦仙人，我知道你现在实力强横，可是老夫现在已经是病中朽木了，就算是仙人降世，也回天乏术了。我若让你5更死，阎王也不敢3更收啊。吃了吧。这些年来，老夫吃过的灵丹妙药无数，没有一个起效的。秦仙人，还是放弃吧。太上长老，您就听秦羽的吧，赶紧把丹药服下，说不定真的有救呢。好吧，那我就让你们死心吧。太上长老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老夫竟然晋级了！一颗丹药，竟然能让老夫多年的沉疴治愈，还能让我的修为飞跃，成为陆地神仙大成巅峰。这简直就是神药啊！太好了，秦羽，多亏了有你，要不然太上长老他可能就……我之前答应帮你救人了，怎么会食言呢？更何况还有这么多奖励。不愧是红尘仙人呐，竟然有如此的手段。多年来，老夫因病止步于化神，没想到今日能够突破境界，拜谢红尘仙人。晚辈乔少坤，晚辈萧若兰，拜见羽化门太上长老。乔少坤、萧若兰，你们擅闯羽化门，所为何事？两位，今日乃是我们羽化门解碑之日，不便接客。两位，请回报。
太上长老，我们今日来就为了一件事：秦羽谋害青云门3长老。只要你们愿意交出秦羽，我们便相安无事；否则，必荡平你们羽化门。太上长老，我们今日来就为了一件事：秦羽谋害青云门3长老。只要你们愿意交出秦羽，我们便相安无事；否则，必荡平你们羽化门。阴魂不散，当初在青云门，我就不该那么轻易放过你们。秦羽乃是我们羽化门的座上宾，我们羽化门上下与秦羽共进退，就凭你们也配威胁我？老不死的，我看你是执迷不悟，想和青云门作对了。我看你啊，身体不适，就别硬撑了啊！谁不知道你气血两衰，命不久矣？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交出秦羽，青云门老祖才能不迁怒于你们羽化门。就不劳两位操心了，老夫硬朗得很，除掉你们几个废物不在话下。那你就是打定主意要维护这个废柴了。青云门掌门和3位祖师已经出山，我劝你们呀，识相点，乖乖的交出这个杀人凶手，免得今天羽化门灭门。就凭你们几个废物，还想要硬闯我们羽化门，真是白日做梦。我劝你们赶紧离开，否则老夫就要亲自出手，灭了你们几个败类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请来青云3大祖师，灭你羽化门满门。秦羽，你死定了！什么3大祖师，不过是废柴罢了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秦羽，你竟敢对我青云门3大祖师不敬，找死！小子，等3大祖师到场之后，你还敢如此狂妄，只怕你是要命丧当场了。居然要召唤青云门3大祖师，他们可是一派师尊，实力强横。秦羽，这下可完了。据说他们3人中最弱的都是大成境界，我就是倾尽全力，也只能拖延一时啊！你还是赶紧离开吧。什么祖师，一派之尊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秦羽啊，我劝你还是少装逼了。我现在啊，都迫不及待的想看你怎么死在3大祖师手里面了。不过你放心，等你死后，我一定送你那个爹和你下去团聚。你还是赶紧离开吧。他们3人要是合力，就是神仙下凡，也很难抵抗啊。放心吧，交给我，我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秦羽啊，秦羽，你为了傍上羽化门圣女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待会儿啊，祖师出手，你定会粉身碎骨。到时候，我先替你尝一尝圣女的滋味。我先替你尝一尝圣女的滋味。乔少棍，你无耻！无耻？这就叫无耻啦！等我处理完秦羽这个畜生之后，我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无耻。再敢放肆，青云门也救不了你。秦羽，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啊？你现在还能有命在这跟我说话，已经是我仁慈了。你侮辱圣女，带兵围攻羽化门，还敢对我爹不敬！再不跪下道歉，别说打你，我要你的命！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殴打我青云门徒，我看你是不要命了！3大祖师来了，秦羽，你死定了！秦羽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凭他们3个祖师，还没资格让我逃跑！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嘴硬，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口气！祖师终于来了，秦羽，你死定了！哼，他就是杀害3弟子的那个家伙。没错，3位祖师就是他。他不仅杀了师尊，还口出狂言，不敬青云门。一个没天赋的废柴，竟然让我们3位出关，传出去丢了青云门的人。祖师，就是这小子，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明明没有修为，却能接连击杀我青云门数名高手，还斩杀了师尊，请3位祖师替他们报仇。秦羽，你若是现在下跪求饶，
我还能不株连你秦家满门？我看小子，你还是赶快下跪吧！啊，陆地神仙之怒是你无法承受的，何况是我们3个合力。哼，给我们下跪，不丢人？你们就是青云门祖师啊！教下不严，纵容门派弟子欺压百姓，鱼肉乡里。既然你们管理不好青云门，不如现在下跪，求我替你们管管。放肆！你竟敢在我的面前口出狂言！哼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！老夫现在就送你上路！你快跑，我来替你挡住！哼，我说过，陆地神仙之怒，谁也挡不住！有师尊，羽化门长老也不过是如此。青云，我看现在谁还敢保着你？羽化门长老也不过如此。青云，我看现在谁还能保着你？哼，秦先生对我一吻，我就是拼上这条命，我也要拦着你们。秦羽，大成雷霆一怒，我们无法承受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用不着，凭他们这3脚猫功夫，还不配让我逃跑。你们退下吧，这里交给我。我的实力，除掉这3个老不死的，轻而易举。秦羽，我可真的是佩服你啊！现在了还有胆子说大话呢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哪怕是烧成灰烬，只怕只有嘴是硬的吧。弟子恳请3位祖师出手，来除掉这个大逆不道之徒。小子，给你机会，你不要，老夫只有出手，亲自送你上路。秦羽，这玄天祖师虽然是3位之中最弱的，但他早也晋升为大成巅峰了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大成巅峰又如何？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劝你还是退下吧，免得白白送掉一条性命。大成巅峰又如何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劝你还是退下吧，免得白白送掉一条性命。住口！秦羽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敢议论大成期的祖师？秦羽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之前用了什么妖法杀死了师尊，不过什么阴谋诡计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那都是徒劳。你知道大成期的陆地神仙有多强大吗？没错，你一个不知天高地厚、骄狂无知的废材，没有修为，还妄想自己能够对抗大成神仙，简直在做梦！若是不信，只管一试，你在我手中难撑3肘。小子，你找死！你敢辱没陆地神仙，老夫今天就拿你去祭天！哼！秦羽，你不要再激怒祖师了，赶紧下跪道歉，说不定有我羽化门长老作保，还能保你条性命。你想得美！秦羽屡次针对仙门不敬祖师，谋害青云门众，这种恶贯满盈之人，一定不会放过。秦羽，这就是在青云门让我难堪的代价。我管你什么修为，遇上祖师都是死路一条。我管你什么修为，遇上祖师都是死路一条。哼！你一个没有修为的废柴，在我手里难撑一掌。若是不信，试一试就知道了。狂妄，找死！秦羽，连羽化门的太上长老都难能在玄天祖师的手中撑过1掌，你死定了！秦羽，能死在祖师的手下，真的是你的荣幸。你放心，念在我们相识一场，我会替你收尸的。就凭他也想要我的命，他还不配！怎么可能？玄天祖师可是陆地神仙的修为，怎么可能1掌击退呢？这绝对不可能！秦羽现在的修为还是凡境，怎么可能与祖师匹敌？你们青云门祖师就这点实力啊？怪不得管不好手下，放任门徒胡作非为。闭嘴！一个自以为是的傻逼！世间没有人敢和师祖这么说话。老夫自修行以来，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屈辱。
你找死！大罗金掌！大罗金掌！大罗金掌，青玉不会有事吧？早知道刚应该拖住3位祖师，强行带走他的。秦羽，你还敢得罪玄天祖师？玄天祖师能力，就算渡劫大能来了，也抵挡不住。你刚才有多嚣张，待会儿就是多悲惨。大成本就是陆地神仙，世间罕逢敌手。秦羽，你不知死活惹怒玄天祖师，死定了！雕虫小技！玄天镜，这是什么？可复制对手技能，等级越高，招数威力越大。哎，这个是好东西啊！只要他们对我使出绝招，我就能完全复制。哎，升！竟然能在2招之内反杀大成高手，青玉的力量真是深不可测。玄天祖师的尸体怎么不见了？那尸体呢？小子，你杀了人还不够，竟然还敢藏匿尸体？怎么可能？连大成神仙都败在他手里面了。他已经化作我的经验了。如果你们不想和他一样的结局，就赶紧滚出羽化门，我还能放你们一马。2位祖师，这小子不仅杀人不眨眼，竟然还将玄天祖师挫骨扬灰，实在是太可恨了！快将他杀了，替师兄弟和师祖报仇啊！2位师祖，断不可放过这小子。今天他敢杀玄天师祖，明天他就敢杀上青云山。2位祖师，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，替玄天祖师报仇！哼，今天你碰上我们，算你小子倒霉。我这就替修仙界清理门户。今天你碰上我们，算你小子倒霉。我现在就替修仙界清理门户。既然给你们机会你们不要，那我这就送你下去和他团聚。哼，小子，我不管你有多大能耐，都无法与我的巅峰状态相提并论。玄天在全盛时期都无法与我抗衡，别说你小子了，我这就杀了你，替玄天报仇。既然你们的感情如此深厚，那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找死！捆仙锁，传说中仙人之内无人能挣脱束缚。没错，你们羽化门的圣女还是有点眼力的。秦羽，你刚刚不是还很狂吗？怎么现在不猖狂了？秦羽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现在像个死猪一样被捆着，听候发落呀？处理了他之后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们。有这个机会啊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留下遗言吧。不过你放心，黄泉路上你不孤单。等我玩腻了，我自然会把圣女给送下去，让你们呀在黄泉路上做个伴儿。秦羽，你还是少说大话吧。此捆仙锁不只能束缚人的行动，仙人之下的能力皆能封锁。别说我一个大成，就算是炼气期，也能轻易而举地杀死你。祖师，弟子愿意替你们解决这个不敬仙门、罪大恶极、恶贯满盈的孽障。好，乔少坤，乔少坤，明明是你屡次针对青羽，现在还在这颠倒黑白、落井下石。他屡次出手残害青云门徒，难道不该死？他在青云山上当众退婚，害我出丑，难道不该死？现在一刀结果了他，那可真是便宜了他。秦羽，你若是现在认错，下跪求饶，我还可以给你留个全尸，否则秦家难门歼灭。我何错之有啊？为何要认？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什么？秦羽，你死到临头还敢逞强？当初你们青云山让断水流入我秦家，企图杀我父亲，灭我秦家满门，难道他不该死啊？还有你们青云徐长老企图杀我夺宝，难道他不该死？现在这个所谓的祖师教下无方，养出一群恃强凌弱之辈，却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问罪于我，难道他不该死啊？小子，你还敢狡辩？我这就了结了你，下黄泉再反思。饶少坤、萧若兰，我屡次放过你们，你们自己抓不住机会，就不能怪我了。这捆仙锁
捆得住仙人以下，却捆不住我。祖师，您的捆仙索真的结实吗？你放心，这捆仙索乃青云山圣人用自身精血耗费了500年精炼而成，这世上还没有人能抵抗得了它的威力。听到了吗，秦羽？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挣扎了，省点力气，乖乖的等着受死吧。你先退下。去死吧！长少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圣人留下的道器，威力无穷，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毛头小子能够抵挡的？什么捆仙索啊，质量一般啊！500年就祭炼出这么个东西，你们青云门的立派祖师不过如此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击就毁掉了这个道器。秦羽，你到底什么人啊？乔少坤，接下来该算算你的账。长少，你没事吧？秦羽，你还敢打我？你说你呀！你教唆断水流，蒙骗师尊，现在又坑骗祖师，犯下不仁不义之罪，我还打不得你了？秦羽，我跟你拼了！祖师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小子，你放肆！竟然敢破坏道器，还当着我的面殴打我青云门师徒，你找死！该死的是你！仅仅一招就把玄武祖师给解决了，秦少的实力又精进了。太好了，这下赚翻了！这些不知死活的人，不是上赶着送经验吗？仙级金钟罩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仙级金钟罩无坚不摧，可抵挡仙人攻击。抵挡仙人攻击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小子，你连杀我派2位宗师，我定将你碎尸万段，灵魂永堕无间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！少在这狗叫，影响我劫色胜利品。你说什么？小子，对老夫如此大不敬，准备好送命了吗？哼！小子，你现在跪下自裁，说不定还死得轻松点儿。等落到我们祖师爷爷的手里面，怕是让你生不如死。不止你们秦家，还有羽化门，整个云城，但凡收容包庇过秦羽之人，跪下求饶，臣服我这生，否则均全灭不留。有圣祖师雷霆之怒，不是你们这种小门小派能够承受得了的。我劝你们羽化门啊，赶紧下跪求饶，还能保全门派，否则今天你们羽化门就得化为飞灰。我们羽化门是要与秦羽共进退。那你们就和姓秦的一块儿去死吧！我看该死的是你们！你们青云门今天如果不想连损3位祖师，惨遭灭派的话，还是趁现在赶紧滚！混账，还敢对佑圣祖师不敬！别以为你连败了2位祖师就了不得了。佑圣祖师那可是青云山开派以来最强大的祖师，对付你绰绰有余。我不管他有多强大，对上我死路一条。小子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胡言乱语，好大的口气！今天老夫就让你化作飞灰，生死道消！好大的口气！今天老夫就让你们化作飞灰，生死道消！五雷天心正法，虎雷天心正法威力巨大，就算化神期以下的高手会瞬间化为飞灰，就算是化神期以上也难以抵挡。秦羽，惹怒佑圣祖师，今日你必死无葬身之地。秦羽，小心啊！刚好试试这金钟罩到底能不能挡得住外界攻击。金钟罩。秦羽，靠区区一个金钟罩，也想拦下我的五雷天心正法？看我如何将它击成碎片，让你化成飞灰！秦羽，你小子不是实力很强吗？到最后不还得被雷活活劈死？可惜了，他
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把实力提升到如此高度，却不肯伏低作小，惹怒了佑圣祖师，白白丢了一条性命。五雷天心正法，都无法做。化神之下都无法阻挡，你小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法，竟然能抵抗我的五雷天心正法？我说过，凭你这三脚猫功夫，连我的一脚都碰不到。我让你3招又如何？狂妄！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扛得住几击。看来祖师这回是动真怒了，竟然引来9天雷动，就算是渡劫大能，也无法在雷击中安然无恙。金州正，五雷天心正法。太好了，青羽果然厉害，连青羽门祖师都奈何不了他。这小子怎么能轻而易举地挡下祖师的攻击？难道他手里还有其他的法器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这点实力也配当青云山师祖？你们青云山还真是一群庸才呀！我说了让你3招，不想死的话，趁现在赶紧滚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小子，你找死！五雷天心正法，五雷天心正法，五雷天心正法！怎么可能？秦羽不应该在祖师的全力施展的五雷天心正法下化为灰烬吗？怎么还活着？佑圣祖师乃是青云门最强大能，怎么连一个小小的秦羽都解决不了呢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之前说过，让你3招，3招已过，也该轮到你尝尝我的攻击了。你不过是皮糙肉厚了点，区一个凡境废柴，攻击力能有多高？老夫一只手便能抵抗。你那五雷天心正法不过是孙子，我这本才是爷爷，你可瞧好了！五雷天心正法！怎么可能？这不是幽生祖师的招数吗？秦羽怎么可能会啊？怎么可能？这不是幽生祖师的招数吗？秦羽怎么可能会啊？花虎绿拳，你就算用老夫的招数，也难发挥出1成的力量，是吗？去！祖师，这个小子怎么使出威力如此大的五雷天心阵法？这可是我青云门的不传秘法，他个外人怎么可能会？祖师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雷声大，雨点小罢了，只会仿其形，不会仿其精髓。这点雷击根本不疼不痒，太轻了，太轻了。我就知道，秦羽，你就是一个绣花大枕头，虚张声势，是嫌弃这太轻了。正好，我还有更强大的苦雷天心正法。去！祖师啊！什么？还是不够？那我只能满足你了。苦雷天心正法！祖师这是嫌弃力道还是太轻了吗？那我只能苦雷天心！够了，够了，是我错了，快停下，快停下！是我错了，你不能杀我。祖师，秦羽，这是我们青云门最后的祖师了。你胆敢擅杀我们青云门祖师，就是与我们青云门为敌。我们青云门上下不会放过你的。没错，秦羽，你现在回头还有回旋的余地，否则整个青云门的复仇你无法承受。哼！而且与青云门交好的有数十宗门，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你。秦羽，你是想与整个修仙界为敌吗？你们别以为一个青羽门就能掌控整个修仙界，至少还有我们羽化门在秦先生背后与他共进退。我不过是把你们给我的东西还回去罢了，你们就急了。你什么你啊？你们当初那么对我，
现在倒是觉得我心狠了。仙门不可辱，要怪就怪你当初对仙门不敬，是你自找的，怪不得别人。你若敢动我仙门最后一位祖师，整个修仙界必不饶你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不放过我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秦羽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青云门上下任你差遣啊，你不能动我。太晚了，太晚了。竟然连幽生祖师也败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清月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所有人都败在了他的手下，他的势力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了？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吧？秦羽，你害死了幽生祖师，还毁了荡魔老祖的神魂，这下你彻底得罪了青云门，你必死无疑！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威胁我？现在轮到你了。秦羽，你不能杀我！不能！你为了赶尽杀绝，企图找人杀我爹，难道不该杀吗？我那是不知悔改，污蔑我，还蛊惑徐化元抢我道器，还想杀了我，难道不该杀吗？你带人围攻羽化门，还伤及无辜，企图灭掉整个门派，难道不该杀吗？我错了，秦羽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放了我！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你所犯下罪行清楚难书，这么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算了吗？没错，倘若我还是那个凡境的废柴，你不知道要杀我多少回了吧？你有想过放过我吗？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秦羽，我错了，我真的认识到错了，你放过我，我真的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什么都愿意做。是啊，秦羽，我之前我们不是还有婚约在身吗？只要你放了我可以继续履行我们的婚约。怎么样？只要你放了我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。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曹少他都说过最喜欢我的身体了，你难道都不想感受一下吗？我心脏了。当初嫌弃秦羽的人是你，现在厚着脸皮回来的又是你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了？你什么你啊？秦羽是我的男人，他是要留在羽化门的。像你这种毒妇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你还不配留在他身边。秦羽，我们可是有婚约在身的，你不能抛下我。婚约我早就已经退了，现在你不想认了？我不认，我绝对不会认的。我是你的女人，这辈子都是。秦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胡闹了，我更不会瞧不起你了。我求求你了，秦羽，我们和好吧。当初吵着要退婚的人是你，现在如了你的愿望，你还不乐意了，你还要过来缠着他？我可以做小，只要你让我留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我可以和齐小姐共同伺候你。秦羽，你难道就不想享受一下吗？够了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听候处置。别动，秦羽们不会饶了你，正道仙门绝对不会饶了你。既然这些所谓的正道仙门都想和我作对，那我干脆逆了这仙，发了这天。